还有关这个穿刺的问题啊，现在确实是很多医院呢就比较慎重。什么叫比较慎重呢？就是说稍微有点毛病就建议你做穿刺，尤其是对于高龄的，对于35周岁以上的。那么，确实是要针对高龄的，比如35周岁以上的孕妇，我们过去是只要到35岁就建议做穿刺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无创 DNA 这个技术。现在有了以后呢，就好很多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最起码能把这个胎儿染色体层面的异常基本排除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染色体大一大块儿一整条，如果染色体有问题，像21三体、18三体、13三体，无创其实是能查出来的，而且准确度高达99%啊！不管怎么样，都是90%几的概率，不像以前我们完全靠这个普通的生化的唐筛测量高风险、低风险，然后呢，再结合着 B 超去推算2种或者几种方法推一个概率。那么现在无创 DNA 虽然给你的也是高风险和低风险这样的概率，但是它的低风险准确度就高很多。反过来一讲，它的高风险也会准确度高很多。换句话说，它提出来的高风险，那么常染色体所说的是第1号到第22号染色体的这个异常的概率就很高。那么性染色体是另当别论的，就是 X 染色体和 Y 染色体啊，这是跟它这个技术本身相关的一些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知道，就是说，尤其唐氏儿来讲，它的准确度是非常高的。那么其他的这个软指标，比如说什么肠管回声稍微强一点啊，或者是双肾的回声怎么样啊，肾盂稍微有一点怎么样啊，这是在很多年以前没有无创 DNA 这个技术的情况下我们就很担心会不会有染色体异常的问题。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技术加成以后，就会好很多。但是你说你一定担心怎么样，那就没有什么可商量的，就肯定得做穿刺。不做穿刺，谁也没有办法告诉你究竟的结论是什么。毕竟无创 DNA 这个技术查染色体准确率再高，它也是一个风险提示，要么是高风险，要么是低风险。没有人告诉你零风险，只有做穿刺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了这个染色体的情况这个2代测序测出来了这个碱基的多少，最终给你一个结论，给你一个诊断性的结论。所以说大家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，如果觉得确实软指标太多异常了，那就去做穿刺。